伯克级驱逐舰是美国海军目前的主力战舰，配备有宙斯盾系统，而威尔伯号和麦凯恩号呢，则是比较早期的 EA 型4号舰和6号舰，都于1994年服役，隶属于第7舰队，母港为日本横须贺港。伯克级 EA 型长153.77米，宽20.4米，满载排水量8315吨。虽然伯克 EA 型与后来的2型、2A 型相比显得老旧，但是美国海军对它们持续进行升级，所以呢，仍旧是一个狠角色。特别是麦凯恩号在2017年8月20号撞船之后，经过了2年的维修，并且呢，在维修期间对舰上的计算机网络、天线系统、雷达阵面、宙斯盾系统、武器系统等等进行了大规模的升级。现在的技术水平呢，已经超过了大多数伯克 2A 型，是美国海军技术最为先进、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宙斯盾舰之一。首先呢，我们从其搭载的武器系统来看，它装备有12组8单元 Mk41导弹垂直发射装置。由于前后各有3个垂发单元用来安装再装填用起重机，所以呢，能够用来装弹的垂发单元总数为90枚，能够发射标准系列防空导弹、阿斯洛克反潜导弹、战斧巡航导弹、改进型海麻雀导弹等多种类型导弹武器，能够扮演一箭多能的角色。由于美国海军整体实力超强，所以伯克级驱逐舰在多次局部战争中主要执行对地攻击任务。伯克级驱逐舰第一次大规模参加实战是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。整个战争期间，12艘伯克级驱逐舰总共发射近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，摧毁了大量伊拉克的战略和战术目标。而在侦察跟踪方面呢，EA 型伯克级驱逐舰装备的是 SPY-ED 无源相控阵雷达，它可以进行全方位360度、仰角90度的对空搜索，对弹道导弹的最远探测距离可以达到1000公里，而对固定翼飞机的最大探测距离可以达到450公里，甚至呢还可以在165公里外跟踪一个高尔夫球大小的目标。而对海面和水下的侦察主要是靠 SQS-53C 剑壳声呐和 SQR-19拖曳线阵列声呐的组合。SQS-53C 型主被动声呐主要面向浅海作业，其抑制杂波特性较好，能够过滤很复杂的海洋背景噪声，保证在嘈杂的浅海监测潜艇目标。而 SQR-19呢，则是被动拖曳线阵列声呐，面向深水大洋远距离水声探测，利用被动方式进行测向、跟踪和识别，对潜艇和水面舰艇都有远距离探测的能力，最大作用距离可以达到70海里。那么除了这次的2艘 EA 型之外，美国海军还多次派更先进的后续型号，打着所谓航行自由的旗号，从台湾海峡通过。这些美国军舰在航行过程当中，很有可能开着这些侦察系统，搜集解放军在这一片海空域的军事动态。那么对于这种实实在在的挑衅行为，我们必须予以坚决应对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本次穿航台湾海峡的麦凯恩号驱逐舰，在几天前还在南海冲闯中方南沙岛礁邻近海域。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其予以警告驱离。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平台发布消息称，卫星在南沙群岛东北海域捕捉到疑似解放军054A 型护卫舰跟踪监视麦凯恩号驱逐舰的画面。美国除了派出军舰在台海挑衅以外，还在南海和东海兴风作浪。根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平台2020年12月28号发布的消息称，当天美国海军一架 MQ-4C 无人机经巴士海峡进入南海开展飞行活动。而在前一天，又有一架美国海军的 MQ-4C 无人机出现在东海上空。据统计，在12月 ，MQ-4C 无人机在东海、南海上空开展了9次侦察飞行活动。MQ-4C 海神无人机是在 RQ-4 全球鹰战略侦察无人机的基础上，针对美国海军需求研制的高空长航时侦察无人机，是美国海军最先进的水面监控平台之一。该无人机配备了雷达、光电等完善的探测设备，最大航程15186公里，最大升限可以达到18000米，最大留空时间达到30个小时。MQ-4C 一个架次对海面的监视面积就高达700万平方公里，相当于在南海上空实施2次侦察。除此之外 ，MQ-4C 还能利用机载保密数据链，通过卫星向后方舰队指挥部、航母作战指挥中心，甚至友军作战单位传送包括目标图像、相关作战数据以及视频等关键情报，这样就可以为在这一区域的美国军舰提供情报支持。另外 ，MQ-4C 无人机更为重要的任务是提升美国海军的反潜能力。